送走2025，迎来2026，再次轮回。烟火依旧灿烂，冬日依旧继续。一年走到最后，最常留下的是一种又走了一圈的感觉。每次新年都像重来一次，像一场轮回。岁月更迭，但在新旧交界，同样的困境，同样的恐惧，同样想活得更好的渴望，却仍然如常。也许时间的替换，并不是让一切变简单，而是让我们有机会换一种方式再面对。2025年过去，上映了不少电影，生活的变化也让我花了更多时间待在戏院。有时候是为了暂时离开现实，有时候是期待在故事里看见创作者面对混沌人生的眼光，也透过角色与情节看见人生的片段，回望自己。在这个多媒体盛行却让人更像一座孤岛的时代，一部好电影，一个好故事，以及出色的角色演出，会让人真心感谢那些创作者，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生活里仍然有一丝喘息与沉淀，不至于那么孤单。所以这支影片不是年度排行，我从2025在戏院看过的作品里挑几部我真的会推荐给频道观众的电影，无论未来你在哪个平台看到它，都值得你安静地坐下来细细品尝。当然，片单一定有漏网之鱼，如果有你心中的遗珠，也欢迎留言推荐给我。我想先从粗犷派建筑师开始。 Hello, I'm Adrian Brody. My new film, The Brutalist, is coming to cinemas soon. It's an epic journey about hope, love, resilience, and obsession. We invite you to experience it as it was meant to be seen on the big screen at your local cinema. Thank you. 二战之后，一位匈牙利裔犹太建筑师移民到美国，试着在陌生的土地站稳，同时等待能在欧洲的妻子与子女与他会合。这部电影不急着告诉你成功是什么，它更像在陪你看一个人怎么把理想、尊严、身份慢慢放进现实里，反复碰撞。你会感觉到时间的重量，也会感觉到那种我真的很努力，但世界不一定因此放过我的沉默。如果你愿意慢慢看，它会留下很长的余韵。秘密会议从教宗宙斯开始，一位红衣主教被指派去主持新任教宗的选举。投票一轮一轮进行，局势却越来越不单纯。他也一步步走进一个充满猜忌与试探的漩涡。人在权力面前，在信念面前，会怎么说服自己？怎么保护自己？也怎么失去自己？时间走到秋天，有些经典也重新回到大荧幕。那一刻很像提醒我们，有些电影是用来陪你回望的。2025年的秋天，我想加映《一》，它用 4K 修复的方式在台湾重新上映，像把时间擦亮，让你再走进那个熟悉却永远看不完的家。一跟着一个台北中产家庭，从婚礼走到丧礼，大人面对工作与关系的裂缝，孩子也在自己的世界里学着理解人生。他没有要替谁下结论，只是把生活摊开给你看。那些重复的日子像回圈一样，一圈一圈跑着。有时候你不是找不到出口，是你根本没有空停下来问，我还在往哪里走？我觉得我好像白活了呢。
如果你要找一部能在年末安静坐下来，慢慢回望自己的电影，依依一直都在。而回望之后，下一步像把人推回现实，不是想起来就好，而是你得再走一次。一战再战的故事骨架很清楚，一群前革命者在多年后再度集结，因为他们要救回同伴的女儿。他有行动，有任务，但真正抓住我的是他一直在有意无意的提问：多年以后，理想还在不在？你还是不是你？所谓再战，有时不是你多勇敢，而是你愿意承认你曾经相信过什么，你曾经放下过什么，然后在某一天，你决定把它拿回来，然后再往后走一点，时间就来到更贴近我们每一天的事情，工作、生活，还有那句最常被说出口的“没办法”。真人启事写得很日常，一个做了25年的资深技师，原本真心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很完整，但某天他被公司突然解雇。而电影的黑色幽默在于，他把征才这件事拍成一种荒谬的竞技场。当工作越来越少，竞争越来越像绞肉机，人就会被逼到做出不可思议的决定。但他真正冷酷的地方是后段那个反讽，你拼命把别人挤下去，把位置抢回来，到头来你要面对的可能根本不是别的求职者，而是自动化与 AI 那种不需要情绪、不需要尊严也不会累的替代。巴锋尼亚的表面是一个荒谬到让人发笑的设定，两个深信阴谋论的年轻人绑架了一位企业女执行长，因为他们相信她是要摧毁地球的外星人。电影把阴谋论、企业权力与环境崩解摆在一起，甚至用蜜蜂这种脆弱的生命当成警讯，不是谁在密室里操控一切，而是我们早就在一个持续剥削自然，也持续自我说服的系统里。所以它不只是现代人的疯狂而已，它更像把镜子举起来。我们多想把责任推给某个怪物、某个外星人、某个阴谋，因为承认真正的问题在我们自己身上太痛了。以上这几部是我推荐给大家可以观赏的电影。新的一年来了，如果轮回无可避免，我希望我们至少能换一种方式再面对，更亲情，更温柔，也更像自己。最后，祝大家新年快乐！光影人生系，天涯蜜之音，这里是胡扯八道说电影。